房东从来不让在墙上钉钉子，而我却听了老道的话，将一颗钉子钉了上去。没想到离奇的一幕发生了，墙壁上忽然出现了一个黑影。这是个什么东西？妈妈！这时女儿醒了，我示意她不要出声，然后抱起女儿飞奔出房门，却看到房东站在2楼的楼梯口，定定地看着我。大半夜的，你做什么啊？房东一脸关切地看着我和牙牙。你抱着枕头做什么？闻言，我低头看向自己的怀中，不由得头皮一麻。我怀里还真的是枕头，女儿不见了。我转身冲进房间，房间里空空如也。都怪我应该早些离开的，也不该听瞎道似的去拿钉子钉什么墙壁，我应该直接搬走。这房子是不是房子，是什么东西跟我无关，我只要我的女儿。房东摘下我身上的符纸。江之，这是谁给你的？这个是迷魂符，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。这时天已放亮，我抬起头看着房间内的一切，墙上的黑影不见了，就连锤子和钉子也不见了踪影。牙牙光着脚站在床边，哭着叫妈妈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江之，你知道我这里的房租为什么这么便宜吗？这几年有个房地产开发商看中了这块地皮，而我家是仅剩的钉子户，所以他们想方设法赶走我的租客，切断我和我母亲的经济来源。我母亲还被刺激出了精神病。江之，无论他们说什么都不要相信，给你符纸的人不可信。房东这么一说，我倒有些不好意思了，怪自己轻信那个瞎道士，用了个迷魂符把自己吓个半死。第2天下班路上再次遇到了那个老道，我一看到那个道士便气不打一处来，不料我还未开口，他便大惊失色道：你的孩子丢了。我冷笑道：我女儿好好在幼儿园呢，你别骗人了。我掏出他给的符纸扔在地上，他脸色苍白，喃喃自语：好厉害的煞气，这符纸被他毁了。装，接着装，开发商到底给你多少钱让你装神弄鬼？什么？瞎道士一脸疑惑。你呀，小心你的房东啊，尽早搬出来吧，不能搭进去个女儿，再把自己搭进去。你若是不信，就试试他说的第2条禁忌。我懒得跟他废话，直接离开了。傍晚接了女儿回家，我发现这孩子话变得特别少。宝贝怎么了？不开心吗？给妈妈说说。女儿依旧不出声。我想着孩子会不会昨晚被吓到了，便说：宝贝若是不喜欢这个房子，等明天妈妈找老板预支一下工资，带你重新租个房子好不好？不好。女儿突然开了口：我不要离开这个房子，这是我家。我一愣，牙牙这个态度我完全没想到。我想起今天瞎老道说我女儿丢了的话，一股凉意自脚跟直冲脑门。若眼前的人不是我的女儿，那会是谁？晚上我躺在床上，想起了老道说的第2条禁忌，我咬了咬牙，便买了一个次日达的生活用品，写了房东当初发给我的地址。天一亮，我送完女儿上幼儿园，没有一点心思去上班了。突然快递的电话打过来了。您好，您的送货地址好像不对。我屏住呼吸问：怎么不对？这个地址不存在，S